孽畜，这人间烟火，也是你能窥视的。楚玄，百年期满，封印松动，你一个人挡得住我们10000魔军吗？哪怕再守100年，我也斩你如土狗。时辰到了吗？为何还没有动静？若是他受伤了怎么办？陛下，您可是95之尊，要注意仪态。那楚玄虽有功，但毕竟是100年前的人了，您无需如此。住口！若无他镇守禁区，这皇位，这江山早就是废墟了。恭迎圣上远征归来，人族永念，尊上恩德。金莲半身，红霞齐飞，这是大成经的象征。穿越修仙界，这100年来，我没有系统，没开后宫，只做了一件事：镇守这该死的深渊。楚玄，陛下，不可思议呀！倾城，随我回宫，我马上昭告天下，为你洗尘庆功。怎么回事？天怎么变了？这股威压是天道，是苍天显灵了。天道之眼100年了，少主曾说，待苍天开眼之时，便是楚玄伏诛之日。少主的预言应验了。陛下，消息，这异象，古籍有记载，是天罚。楚玄，他定是做了逆天之事。苍天息怒，苍天息怒啊！天道显化，这是不祥之兆。大胆楚玄，欺瞒天道，窃据气运整100年，今日终于让吾抓住了你的契机破绽。异界之魔乱无界因果，天罚之下，神魂俱灭。调动全界法则来杀我，贼老天，你怕了？楚玄，还愣着干什么？那是庇护我等100年的尊上，还不速速出手？陛下，不可，那是天罚。您若过去，便是与天作对，天道至公。若他真的是守护神，苍天为何要降下如此异象？定是他背着您做了什么伤天害理、人神共愤的恶事。恶事？陛下，您别忘了，100年前萧晨公子也是在那禁区里慕名陨落的。萧公子天纵奇才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？如今看来，会不会是楚玄为了掩盖罪行，独吞禁区的幌子？倾城，退后，此乃天罚，非你所能抗衡。众卿听令，楚玄镇守禁区100年，劳苦功高，此番异象定有误会，不得。陛下，您糊涂啊！您看看周围，看看您的子民，他们在流血，他们在害怕。是啊，天意不可违。只要他死了，天罚就会消失。陛下，请为民除害，诛杀魔头。不是这样的，傀儡，这不是傀儡。倾城，难道连你也信这狗屁天意？您是大夏之主，岂能与魔同流合污？为了先朝基业，陛下杀了他，夺取禁区至宝。您才是真正的人族共主。只要他活着，世人眼里就只有尊上，没有女帝。您甘心做一辈子他的傀儡吗？傀儡，这不是傀儡。那就证明给天下人看，拿回属于您的尊严。为了苍生，更是为了您自己。楚玄，100年前朕要突破，你拦着朕，说朕根基不稳。50年前朕要强行破境，你又在禁区传音，说朕心境未到。这100年，朕对你言听计从，可朕的修为寸步未进。你告诉朕，这真的是为了朕好吗？你就是怕朕超过你，你就是想把朕永远踩在脚下，永远做那个只能仰视你的小女孩。朕是大夏的女帝，不是你的提线木偶。这是我当年怕你无法服众，亲手炼制的护身底牌，你竟用来对付我。原来我100年的真心，比不过这狗屁天道的一具魔头。洛倾城，你以为困住我的是这狗屁阵法，还是这瞎眼的天道？
困住我的，不过是我这100年来的自作多情。天道不公，世人皆盲。你们不就是想要这身气运吗？拿去，统统拿去！这身修为，老子不稀罕。突破了，朕终于突破了。楚玄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天意。你的修为，终究是为了成就本帝。本帝今日刚突破，不想见血，念你助我突破有功，给你一条生路。人族疆域容不下天外之魔。既然你守了禁区100年，那就在里面自生自灭吧。没了我的压制，那禁区里的东西，希望你们守得住。凤舞9天，祥云万道，这是天意。感念陛下除魔未到降下的无上帝运啊！恭贺女帝突破，大夏万年，人族永昌。陛下，以前楚玄总说您根基不稳，压着不让您突破。我看他分明是怕您超越他，故意断您的先路。这就是练虚境，原来朕也可以这么强。楚玄，你口口声声说禁区凶险，必须由你镇守。可如今你抢夺的机缘，不仅助朕突破，连天道都在为朕贺喜。陛下，如今您已是人族第1人，那楚玄沦为废人，进了禁区必死无疑。他私藏的那些宝物，也都该归入皇室宝库。准了，传朕旨意，封锁禁区周边。朕要让天下看看，朕不仅能荡平禁区，也能亲手拿回属于人族的东西。哟，这不是那位镇压了我们100年的尊上大人吗？怎么被你那心爱的小女帝扔进来了？这就是人族常说的狡兔死，走狗烹。真是一条好惨的看门狗啊！你为了那群蝼蚁得罪了天道，结果呢，人家转头就在全天下面前骂你是天外之魔。楚玄，你这100年修的不是仙，是笑话吧？哈哈哈！封印已碎，去告诉那个人族小子，他的成道时机到了。得令。散去了那天道赏赐的灵力，身体反而觉得轻盈了。境界未跌，神魂更固。世人皆修天道，以为那是唯一的路，殊不知，只有摆脱天道制约，才能走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道。倾城，是你吗？我终于逃出来了。萧晨哥哥，你没死。萧公子，您回来了。陛下很担心您。太好了，计划终于成功了。楚玄被废，少主归来，这大夏仙朝以后就是少主的天下了。禁区根本不是死地，而是遍地重宝的上古仙境。楚玄那个魔头为了独吞宝物，竟然将我封印在石缝中整整100年。少主果然厉害，这下足以让洛倾城彻底恨死楚玄，再无翻身机会了。楚玄这个畜生，为了独吞宝物，竟然囚禁女帝的竹马100年，太歹毒了。此草气息如此凝练，必是禁区深处的旷世奇珍。萧公子，你受委屈了。路边随便拔的一根狗尾巴草，你们也当宝？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，活该被我玩死。萧公子当年也是绝顶天骄，怎么100年过去还是金丹期？这100年来，楚玄封锁灵气，还抽取我本源滋养他的魔功，让我修为不进反退。陛下，楚玄那大成圆满的修为，定是吸干了萧公子的天赋才得来的。幸亏天意明鉴，赶走了这个魔头。穿越者果然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楚玄，你好狠的心！萧晨哥哥这般善良的人，你都下得去手？亏本帝刚才还对他有一丝愧疚，现在看来，他这个卑贱的穿越者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陛下，既然萧公子从禁区归来，定然熟悉里面的路线，那就让萧晨哥哥带路，把属于人族的宝物拿回来。陛下，以萧公子目前的实力，再入禁区恐遭不测。老夫受女帝恩赐，刚刚已到化神后期，此次愿领亲传弟子陪萧公子取回至宝。好，既然众卿一心为公，萧晨哥哥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你能帮我吗？好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
消沉也愿吧。老东西，你这一身化神期精血，我就笑呢。诸位，欢迎来到真正的禁区。这哪里是禁区？这分明是仙界啊！万年朱果，极品龙血草，发了，我们发了。外界早就绝迹的宝贝，这里竟然像杂草一样多。这灵气浓度竟然化作了液态，这哪里是禁区，分明是修仙圣地。息壤，这竟然是传说中能生万物的息壤。楚玄那个骗子，他说这里白骨露野，以此恐吓世人，就是为了独占这仙境。为了把那些断臂残肢埋进土里，我可是指挥那群低等魔物埋了整整3天3夜。这息壤里混着的血，可是我特意调配的肥料。是啊，若非我忍辱腹中百年逃了出来，谁能知道真相？如今我终于能把这片净土献给青城了。师傅，你看那棵树上结的是不是九转金魂果？师弟，好眼力！这九转金魂果，哪怕只是1颗，都是外边多少修士这辈子都求不来的机缘。无穷的力量涌上来了，我要突破了。这些灵药可是货真价实，但却是我用魔神精血污染的。吃吧，吃的越多，死的越惨。萧公子，此恩此德，老夫没齿难忘。长老言重了，只要长老能突破，便是我人族之幸。萧师兄，以后我们能常来吗？当然能，这禁区是人族的瑰宝。若不是楚玄那魔头封锁禁区，各位又怎么会一直卡在平静？痛快，有萧公子带路，这禁区简直就是自家后花园。前面还有什么好宝贝？前方还有一枚绝世仙丹。到了。热，好热死！师弟，力量涌上来了，我要成仙了。师兄，你的脸，你的身体怎么肿起来了？力量，我还要更多。师兄炸了！萧公子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还是机缘吗？真是废物，连一口煞气都压不住。莫慌，是师弟道心不稳，虚不受补。上古仙药，药力霸道，只有实力强横、福缘深厚者才能驾师弟福薄，承受不住这泼天富贵。怪不得旁人。没错，富贵险中求。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，若是怕死，还修什么仙？楚玄那魔头能独占100年不死，老夫堂堂化神期，难道还不如一个弟子？那是经过魔王精血污染后的灵草，吸收后轻则煞气入体，重则爆体而亡。真当这禁区是自家后花园了？看，那就是本源道果。只要吸收了它，您就能突破到大成境。这等至宝，楚玄竟然瞒了我们100年！哈，我的手！愚蠢的血石！住手！滚！尊上！别误会，我回来只是取回一件旧物。楚玄，他不是修为全废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参见尊。等等，你体内一丝灵力都没有。小的们，他现在就是个废人，谁吃了他，就是禁区第5位尊者。楚玄，没了修为还敢逞英雄，这次你死定了！跪下！炎初法髓，居然是炎初法髓，这怪物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？怎么可能？
魔物在拜他，他不是已经是个废人了吗？这禁区的规矩，你们是忘干净了。尊上饶命，小的这就动手。楚玄，你敢！我是宗门长老，你勾结魔族，残害同门，女帝不会放过你的。楚玄，你为了独吞宝物，竟然与邪祟勾结，怎么还要我亲自动手吗？不用劳烦尊上，小的这就办。萧师兄，快结阵，我们一起杀出去！师妹，这魔物太多了，我必须活着把楚玄叛变的消息带给倾城。你且撑住，我去搬救兵。那是单人传送符，不要丢下我们！这下真的完了。倾城，大事不好了！萧晨哥哥，怎么就你一人长老呢？死了，都死了！长老和师弟师妹们都被楚玄害死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本想接回楚玄，谁知他不仅不肯，还命令那些魔物将长老生吞活剥。楚玄，本帝念旧情，留你一命，你竟敢勾结魔族，屠戮同族！这股寒气，是那位姑奶奶醒了。白骨，谁允许你出现在我的地盘？徒尊，是有人闯入，小的正在。滚！别碍着，我和主人叙旧。好了，小的这就滚，圆润的滚。主人，你的头发100年了，素素，想死你了。是100年03个月。当初那个只能躲在我袖子里发抖的小狐狸，现在也成了禁区的一方霸主了。在别人面前是霸主，在主人面前，苏苏永远是您捡回来的那只小狐狸。那群忘恩负义的蝼蚁，留着它是为了让戏更精彩。主人总是这般算无一策。不过，那些蝼蚁似乎并不打算放过您。诸位，楚玄那魔头勾结禁区邪祟，残杀我人族长老，囚禁朕的未婚夫100年，此等罪行，人神共愤。陛下，楚玄虽然没了修为，但控制了禁区内的邪祟，若不趁现在将他铲除，其恢复元气后，修仙界将生灵涂炭。陛下，萧公子说得对，那楚玄已能驱使邪祟，说明他早已入魔。况且他在禁区独吞了100年的气运至宝，若夺回，我人族实力必将飞升。这是为了天下苍生啊！没错，为了天下苍生，必须杀魔头，清门户，踏平禁区，拿回宝物。好，既然大家都以此为念，朕便顺应天意传朕旨意，点燃烽火台，集结九州72宗所有元婴以上修士，开启护国诛魔大阵。3日后，朕要御驾亲征。谨遵法旨，踏平禁区，诛杀楚玄。楚玄，哪怕你再强，面对整个人族的围攻，看你怎么死！好一个女帝，好一个为了天下苍生，当年若不是主人替她挡了深渊魔劫，她早就成了枯骨。主人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苏苏这就带着100万邪祟杀出去，将那贱人的皇宫踩成废墟。苏苏，主人，您还要护着他们吗？酒没了。刚才那壶没喝够，这出戏刚开场，没酒怎么行？主人想喝什么？苏苏这就给您满上。让他们来，既然他们想踏平禁区，那就让这禁区
成为他们永远的坟墓。无论主人想做什么，苏苏都陪着您。洛倾城，你以为禁区是想进就进、想出就出的地方吗？没了我的镇压，这深渊里的真正恐怖才刚刚苏醒。萧晨身负大气运，忍辱负重100年，揭露魔头真面目。金四女，天命神子，神格。紫气东来3万里，天兵法象阵乾坤，这是半步大成境。半步大成境，这就是凌驾于众神之上的感觉吗？只要我想，反手便可覆灭这方天地。楚玄，当年的你也不过如此吧？诸位，天意在我，随本座踏平禁区，诛杀魔头。瞎了，这贼老天真是瞎了眼！他是天意啊，全知全能，竟然看不穿萧晨这个小人的真面目，为何要封这种垃圾当救世主？主人，这不公平！您护了这方天地100年，他却要杀您，那废物背叛人族，自愿堕魔100年，却成了英雄。苏苏，你还是太天真了。谁告诉你天意就是正义的？难道不是吗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天道眼里，哪有什么善恶？天道初兴时，修士越多，反哺天道越多。如今修士人数大增，吸纳的天地灵气早已超过了这方世界的负荷。天意封萧晨为天命之子，不是因为萧晨是对的，而是因为萧晨够蠢、够贪、够坏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把这数十万精锐修士毫无保留地送进禁区这座绞肉机里。您是说天意是故意的？只有死掉的修士一身灵力才会回归天地，这是一场早就准备好的献祭。还是这股令人作呕的腐朽味。曾经我觉得这里是不可逾越的天堑，如今站在云端看下来，不过是一堆上不得台面的烂泥罢了。楚玄，滚出来！神子大人威武，楚玄那魔头也就配躲在禁区的阴沟里苟延残喘，哪像神子大人您如大日凌空，光耀万古。陛下您看，这就是天意垂青之人，幸亏您当初逼着那魔头自废修为，否则我人族哪有今日这般扬眉吐气的时候。楚玄殷红沉闷，只知杀戮，而萧晨哥哥身负天命，顺应大势，这才是煌煌正道。楚玄，休要怪朕无情，是你配不上这大夏的未来。主人，这几个蝼蚁的嘴也太臭了，我要去撕烂他们的嘴。不急，让他叫。看看你现在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满头白发，一身死气，连条狗都不如。我要是你，早就找块豆腐撞死了，哪还有脸在这装神弄鬼？天外魔头，见到神子大人和女帝陛下还不跪下？神子大人天意加身，一根手指头就能碾死你。识相的，赶紧把私吞的宝物交出来。楚玄，认命吧，看看现在的萧晨哥哥，再看看你自己。狗叫完了，找死！今日我便代表天道，把你这魔头彻底剁碎！死气东来！天罚之剑，这就是大成的力量吗？楚玄死定了！神子大人无敌，杀了他！花里胡哨。这股气息不可能，他明明已经废了。这是大成境的威压？不，这气息，这已经超越了此界极限。楚玄，你难道修成了从未有人达到的真仙境？这怎么可能？这贱人一定是用了什么手段。天命神子也不过如此。
万载仙途终成空，唯有一点仙罪真。洛倾城，你此前苦修100年，自以为天赋平平，才困于化神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天道它不让你突破，你又如何能突破？你说什么？冲击炼虚已经7次，难道我洛倾城真的只是一个不配坐上这地位的废物？原来这一切都是天意做的局，难道你自废修为是为了斩断这枷锁？倾城，别听这魔头妖言惑众，他想破你道心，祸乱人族。是啊，陛下，你看他现在哪还有一点仙门尊上的影子？楚玄，你看清楚，你护了100年的众生，如今正跪在我脚下。你守了100年的正道，天道亲自递到了我手中，而你只不过是一只人人喊打的天外之魔。倾城之所以困于化神100年，是他在一直吸取你的地运。没错，朕如今已入炼虚，这苦修100年的结果怎会有价？如今我大计将成，绝不能在这里栽了。倾城，天道赐我神子之位，就是为了让我护你周全。只要我们集结9州修士，借天道之威，定能将这魔头宰杀。楚玄，朕差点又被你的花言巧语所骗。楚玄，待我彻底炼化了神格，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可恶，还是不够强。萧晨哥哥，楚玄，他明明自废了根基，为何能爆发出如此威压？倾城别怕，他毕竟是天外之魔，定是用了异界邪法，但邪法怎比得过正道？没错，陛下，那魔头若真有真仙之能，当初也不会像条丧家犬一样躲进禁区。异界魔头死到临头，还想乱朕的道心。倾城，你是天意钦定的女帝，如今她已是强弩之末，不足为惧。待我闭关炼化天意，赐予我的无上神格，定要将那楚玄镇杀。主人，您明明可以随手杀了那萧晨，为何还要放他回去？杀了，这出戏就没意思了。我守了这仙朝100年，如今我收回这100年避祸，就是想让他们亲眼看看，没有我，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地狱。您是指禁区已经有家伙坐不住了，有魔族正越过边境，准备屠戮大夏周边的小国。定是那几个禁区臭虫，竟然背着我让眷属做这苟且之事。我倒要看看萧晨如何守他那神子脸面，这女帝又如何守他那盛世江山。挡不住了，那可是化神期的吞月魔君。秦将军，化神鬼王竟被您一枪秒杀了。这不算什么，若非尊上当年指点我这枪术，我早已死在100年前。可是大夏朝堂传来消息，尊上的真实身份是祸乱天下的天外之魔。尊上镇守禁区100年，若他是魔，世间哪还有真仙？尊上，秦霜这条命是你给的，陛下定是受了蛊惑，才有此误会。待我杀尽此地妖邪，便亲往禁区，请尊上回归。尊上，秦霜求见。让我去见尊上。小小人族竟敢孤身闯入禁区，境界虽低，超世却颇有神妙，吃了说不定窥见大成之秘。这就是死亡的味道吗？主人，他快死了。明明知道此行是送死，为何还要进来寻您？100年前，我曾许下诺言，若他无法守护大夏百姓，无法修出属于自己的道，便永远不可称我为师尊。就因为这一个约定，支撑他苦守边关100年？那些人族
恨不得生食我肉。唯有他，哪怕濒死也要守约。真是我的好徒儿。我秦霜是要死了吗？累，真的是太累了。您不在的日子，我抗下了所有战士，有时候真想就这样睡过去。但我秦霜肩负着战死同袍的期望，肩负着大夏边境万千百姓的性命，我秦霜绝不能在此倒下。求尊上传我秘法，女儿家虽非男儿身，却同样有合炼日月，要诛仙除魔，守静安民。好志气，100年后我来寻你。我还有强敌未收拾，还有罪孽未还清，还有错误未纠正。师尊还在等我接他回家，我怎敢死？来，再战！你这一身精血，我收下了。动本座的人，你们是活腻了。尊上饶命！我们不知道他是。尊上，这100年来，你做得不错。从今天起，你便是我楚玄的亲传弟子。徒儿秦霜参见师尊。秦霜，你感知到了吗？我体内已无半点这方世界的灵力。现在的我不借天威，我即是法。尊上，已有魔族冲出禁区，数万百姓命在旦夕，求尊上念在昔日情分，救救他们。救他们！洛倾城那贱人的地盘，轮不到我们管。陛下只是被天意蛊惑了。你效忠的陛下正借着我的道果，享受着天道赐予的虚假突破。哪怕世人皆错，可黎民无辜啊！他们只是受了蛊惑。我虽不会为了那群忘恩负义之辈在此直谏，但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回去亲口问问洛倾城，若他肯承认这100年太平是我的功德，我便如你所愿，护百姓一世周全。徒儿领命，徒儿定说服陛下，迎请师尊回归。憋屈，太憋屈了！这100年来，我们4个至尊在他面前活得连条狗都不如。稍安勿躁，那是以前，如今楚玄内司已经自废修为。呵呵，我也听说了。前几日他虽然捏死了元魔那小子，但并没有灵力波动，多半是靠着肉身罢了。哈哈哈，没了大成期巅峰的修为压制，他拿什么跟我们斗？大家一起出手做了他。不，那样太浪费了。好歹是昔日的尊上，最清楚人族的弱点，不如我们捧他做一个名义上的禁区共主，等利用他攻破大夏，屠尽人族。嘿嘿，到时候我要吃了他那具仙躯。楚玄，别来无恙啊！昔日镇压万古的尊上，如今怎么落魄，像条被赶出家门的野狗？赤练，100年前是你跪在地上磕头求主人放你一命，现在居然敢这么说话！小狐狸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当初他是大成圆满，我们自然要跪。可现在他区一个废人，也配让我等低三下四？赤练，对尊上要客气点。尊上，楚玄，人族负你，而我们也想再尝尝人肉的滋味。只要你肯配合，交出大夏阵图，禁区上下12至尊都将尊你为禁区共主，帮你报仇雪恨。楚玄，别给脸，不要脸！真以为我们看不出你现在是强弩之末？活路有趣，几条被我踩在脚下的狗，主人不过离开几天，就觉得自己能翻身做主呢。尊上大人，何必再演呢？你那日在封魔台自废根基，可是众所周知啊。既然不肯合作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，尝尝人做的九幽冥火。即便你仙躯强悍，没了灵力护体，3息之内魂飞魄散。九幽冥火，吞天还不动手？我火土
吞了你！主人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长进没有。一巴掌，几百岁的老东西了，还玩火？这火，血老救我，救我！尊上饶命！尊上饶命啊！尊上圣威盖世，奴家知错了，奴家愿做牛做马，求尊上开恩。滚！呵呵呵，咱们萧晨如今出息了，穿上这身龙皮，奴家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谁？怎么才离开几天，我们神子大人连自己的恩人都不认识了？当初像条死狗一样爬进禁区求我们。鬼母大人见笑了，当年若不是各位大人收留，萧晨何来今日？楚玄如今油盐不进，你我都想杀了他。既然目标一致，奴家特来送你一场破天富贵。此阵乃是上古邪神所留的十方无悔血炼阵，可献祭生灵，助人突破。有点意思，鬼母大人神机妙算，萧晨拜服。好好好，有了此阵，什么楚玄、禁区至尊都得死。秦将军，边疆最近并无战事，为何会弄成这副模样？陛下，秦霜私自前往边境抗魔，死战归来，只会澄清一事。好冲的默契！陛下，快退后！他从禁区方向回来，这一身脏污，谁知道是不是中了什么诅咒？陛下，臣在禁区遭2大化神鬼王围攻，是尊上不计前嫌救了臣。你是说楚玄救了你？尊上若真是魔，怎不趁机杀了臣？何必救我？师尊从未背叛人族，求陛下收回成命，迎尊上回朝。倾城，小心！萧晨，你这伪君子，居然还敢回来！楚玄那魔头最擅长蛊惑人心，你身上流转的这股力量，分明是魔族禁术。我看你是被那魔头炼制成了傀儡，以此来乱倾城的道心。你胡说！为了倾城，为了大夏，本座绝不能让你这魔魁伤了陛下分毫。那个姓萧的杂种，他竟如此心狠手辣！我现在就去把他的心肝掏出来。坐下。他为了您只身入宫，您难道就看着他就这么死掉吗？这100年来，秦霜心中执念太深，他忠于大夏，忠于苍生。若不让他亲眼看看他所谓的正道是如何崩塌的，他永远修不出真正的道。秦霜，这只是你的开始，待为师为你重塑先驱之日，便是你突破大成之时。萧晨哥哥，他毕竟是秦霜，是我大夏的护国神将。倾城，我何尝不知他是大夏最英勇的神将？难道我就不心痛吗？谢谢你，秦霜，我的计划终于更进一步了。可他在见到楚玄的那一刻，恐怕就已经死了。刚才我若不杀他，转瞬之间他就会自爆神魂。陛下明鉴，天外之魔手段邪异，秦霜将军恐怕在禁区内便遭了楚玄毒手。是了，一定是这样，否则他怎么会帮那个魔头说话？是你救了朕，是你帮朕清理了门户。倾城，他派秦霜来，就是为了试探我们的虚实。他必定酝酿了更大的阴谋。若不立刻开始建造护国大阵，先朝恐怕凶多吉少了。此阵耗费巨大，且需要千万生灵的灵力引动。如今大夏内忧外患，何来人力？倾城，为了一世太平，暂时的牺牲是必要的。等这4方无悔血炼阵铸成，这大夏朝千万蝼蚁的精血，便是本座成就真仙的最佳祭品。陛下，请你先旨，征调9州72郡所有百姓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尽数服劳役，修大阵。凡抗旨者，必是楚玄同党，按大夏律令勾结天外之魔者，杀！
起来，装什么死？神子大人说了，阵法误了时辰，你们全家都要掉脑袋。大人，3天了，滴水未进，实在是搬不动了呀。搬不动？我看你们就是平日里被那楚玄养懒了骨头。陛下仁慈，给你们这群贱民一个效忠先朝的机会，谁敢偷懒，便是通敌叛国。若是楚玄大人在，他岂会让我们……你还敢提楚玄那魔头的名字？看来你是不想为先朝出力了。既然干不动活，那就送去养神殿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诸位乡亲，受苦了。身子大人，求大人开恩，放我们回家吧。回家？外面妖魔横行，哪有这里安全？本座不忍看你们在红尘中受苦，特来送你们往生极乐。好精纯的血气！楚玄啊，楚玄，你空手这帮蝼蚁，100年不知所取，那本座就笑纳了。你才是魔头！什么楚玄？什么女帝？如今天意加深，大业将成，我才是这天下的主人。恭喜陛下，神子大人日夜操劳，这护国大阵终于在今日完工。此阵一成，人族将遇固若金汤。即便楚玄魔头带着禁区邪祟倾巢而出，也休想踏入我大夏半步。萧城哥哥，这几日辛苦你了，大阵一成，朕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楚玄，离了你，大夏反而更加强盛。如今朕有了更加强力的10方护国大阵，便是真正的天下共主。倾城严重了，为了你，为了这天下苍生，萧晨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陛下，神子大人一心为公，这才是真正的先人之姿啊！哪像楚玄，只会守着那个破禁区。传朕旨意，百庆宫宴，今夜朕要与神子共饮。倾城大阵虽强，但作为阵眼的压胜之物，还缺了一样宝物。缺什么？此物世上少有，唯有陛下才知此物去向。哦，是何等宝物？是陛下修炼100年的地皇本源。萧晨，神子大人，这是何意？莫慌，神子定是在进行某种血祭仪式，开启无上大阵，需以地血为引。呵呵，精彩，真是精彩！陛下，您这副表情，奴婢可是期待了好久呢。秋月，连你也是。洛倾城，你真以为少主是爱你？若不是为了你身上的地皇本源，你以为我们会忍你这副蠢样子这么久？大胆奴婢，竟敢口出狂言！萧晨，你竟敢行刺陛下护驾！这绝不是护国大阵，这是什么邪术？这乃是来自禁区的上古技术，10方无悔血炼大阵，能将阵中生灵转化为血气，助人突破。而你，我亲爱的女帝，就是这大阵最完美的阵眼。娘，火好痛！别怕，这是护国大阵，女帝陛下说这是保护我们的神迹。护国大阵？这哪里是护国大阵？这分明是吸取生命力的邪法！骗子，都是骗子！楚玄尊上镇守禁区100年，为了不惊扰凡人，连威压都收敛得干干净净。若是尊上还在，定……楚玄大人，救我们吧！倾城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多么美妙的乐章！住手，萧晨，那是朕的子民，你说过要保大夏万世太平。太平？这群蝼蚁生来卑贱，活着也是浪费灵气。如今能助本座成仙，化作本座身体的一部分，这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这个疯子！别装出一副圣人的样子了，看看这画面多美啊！秋月，朕待你不薄。闭嘴！我忍你很久了，整天端着一副高高在上的女帝架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陛下，都是因为你啊！是你亲手把楚玄赶走，是你亲自下旨建造的大阵，你才是害死他们的罪魁祸首。不是我！哭吧，叫吧，你们越痛苦，怨气越重，本座的修为提升的就越快。
楚轩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好浓烈的怨气，主人，萧晨那家伙果然动手了。虽然这些人族之前很可恶，但这手段未免太下作了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但为了一己私欲就虐杀满城凡人，这吃相真是难看。活该！那群人族之前不是骂您是魔头吗？现在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魔。主人，您不会是心软了吧？大夏修士贪婪成性，贪图萧晨许诺的禁区宝物，妄想一步登天，如今身死道消，也是咎由自取。那洛倾城呢？他好像快被萧晨吸干了。百年来，我替他遮风挡雨，如今也该让他见识一下这世间险恶。可这些百姓终究只是些听风就是雨的可怜人。萧晨要成仙，我可以不管，但他用百姓的命铺就登仙路，还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让我恶心。终于大成圆满了。不，还不够，这还不是极限。杀了我！少主真的要突破成仙了！全力开启大阵，让这大夏境内的蝼蚁统统化作本座的垫脚石。楚玄，你居然敢来送死！楚玄，救我！看在百年情分上，救救我！有眼无珠，识人不明，这是你自己的因果。因果？楚玄，你还是这么虚伪。在你眼里，她是高高在上的女帝；在我眼里，她不过就是个随用随弃的祭品。天意加深，血祭万民，汇聚了一切气运与生机。虽然手段卑劣下作，令人作呕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你现在的力量确实站到了这方天地的顶点。你怕？晚了，给我死！楚玄，这就完了？本座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给我破！什么？这就破了我的血龙？这不可能！既然你引以为傲的是这阵法，那……我不服，只差一步我就能真仙。我是天命神子，谁也不配让我下跪。天命神子，真仙境，萧晨，你太可悲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你真能突破真仙境？这方天地灵气早已枯竭，天道为了苟延残喘，选中了你，不是因为你强，而是因为你够蠢。从一开始，你的道就是错的。不可能，我可是天意钦定的神子。我要天下无敌！借着天道施舍的虚假力量，也敢妄称无敌？不信！灭！主人，你看，天河倒旋，万物逆流，这是传说中的时空异象。没想到这一掌用力过猛，竟然震开了黄泉界的入口。黄泉界就是传说中令无数人族大能陨落的上古秘境。机会难得，不如进去看看。听说黄泉界中有克制天意的至宝。看来这黄泉界只能人族进入，主人一定要小心啊！这是哪里？我的护体真元呢？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，我的半步真仙修为，为什么一点都感应不到？这水好冷！救命！我要沉下去了！少主，救我！滚开！别拖累本座！少主，你为了你的大业，我心甘情愿潜伏在洛倾城身边100年，你竟然如此对我！楚玄，是你，肯定是你搞的鬼！你用妖法封印了我的修为。妖法？萧晨，你的脑子是不是也被这水泡坏了？800里黄泉，鹅毛飘不起，芦花定底沉，此乃弱水。弱水？难道这里是传说中连仙人都无法逃脱的黄泉界？不错，入了黄泉界，仙凡同途。在这里，不管你是真仙还是化神，都只是肉体凡胎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黄泉界。古籍记载，黄泉界乃是天地初开时的境界，蕴含着生死轮回的终极奥秘。机缘，这是天大的机缘啊！传说只要能活着走出黄泉界，便能成就仙躯，甚至领悟超越天道的法则。
天意果然没有抛弃我，楚玄这一掌竟然把我送进了这等传说之地。楚玄没了修为，大家都是凡人，你以为你还能赢我？等我穿过弱水，夺了这黄泉造化，出去后就是这天下的主宰。都是凡人，没了那身通天彻地的修为，没了天道的加持，在这泥泞之中，我们真的能走出去吗？机缘在这弱水之中，每走一步都要承受千钧重压，每过一刻，神魂都要受阴风洗刷。对于强者，这是磨刀石；对于废物，这里就是埋骨地。弱水3000，只取一条引，但这黄泉界的弱水引的却是人的道心。此水不仅重如山岳，更会直指人心最深处的恐惧与动摇。道心不稳者，轻则永远困于此地，沦为河底枯骨；重则当场神魂崩溃，身死道消。该死！这弱水怎么像是有意识一样，死死拽着本座的腿！什么天命神子，没了修为，你也只是个会在泥里打滚的废物。我是天命神子。我是要成仙的人，怎能被这区区弱水困住？给我开！看到了吗？连这黄泉界的弱水都怕我。这怎么可能？在这黄泉界，他还能运用灵力。不管怎样，跟着他才能活。神子大人，神子大人神威盖世，我就知道您才是天命所归。楚玄，怎么走得这么慢？要不要本座拉你一把？哦，我忘了。你是个被天道唾弃的魔头，这弱水最喜欢吞噬的就是你这种心术不正的邪魔外道。即使到了这里，天道还是要强行喂饭吗？依靠外力得来的轻松，终究是空中楼阁。秋月，跟紧我，有天意在，这弱水拦不住我。届时，我便是这天上地下唯一活着走出黄泉的真仙。淤泥自落，但这千钧水压却分毫不减。萧晨靠天道威压逼退泥泞，那是霸道；而此刻这弱水不再缠我，却依旧压我，这是在试探，还是在认可？小狐狸，别来无恙啊！楚玄内司自己作死进了黄泉界，如今这大夏就是无主之地。只要你让开，本座念在同是禁区霸主的份上，便放你一马；否则，本座就把你这一身狐狸皮扒下来。血老鬼，当初主人在的时候，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，如今主人只是出门一趟，你这就急着来送死，天狐活鱼！主人，你一定要回来。那是传说中的黄泉道果，只要吃了它，我就能肉身成圣，真正不死不灭。真的有宝物，少主，我们快过去！天意加身，给我冲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还没有到？明明就在眼前，明明只有几百米。我是天命神子，这弱水怎么敢拦我？萧晨，我们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。闭嘴！一定是我还不够快。楚玄，怎么可能？你明明走得那么慢，为何能超过我？我有天意相助，你凭什么？所谓咫尺天涯，你越是想得到，这弱水便将你拉得越远。这条河没有捷径，甚至可能根本没有尽头。但那又如何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我自觉灵力，只修我脚下的路，指正我心中的道。哪怕这黄泉无尽，我也要一步一步把它彻底踏在脚下。你放屁！我是天命神子，这世间所有宝物都该是我的。给我动了！楚玄身上的气息怎会如此恐怖？这才是真正的仙人之姿。洛倾城，你真是瞎了眼！你抛弃了真仙，却把一个魔头捧在手心。罢了，这一切都是报应。原来征服黄泉界的条件是走出自己的大道。今日起，我便是这黄泉界主。在这里，我即是天，我即是法，我即是真仙。素素，等我。怎么可能？一个魔头居然能征服黄泉界！我的神子之位，楚玄，你干了什么？这股威压，难道这才是大成之上的境界？真是顽强的畜生！为了这两个毫不相干的蝼蚁，硬接了本座3记化学掌。不
准动他们！狐仙大人，真是感人至深。可惜楚玄那短命鬼居然自己进了黄泉界，那本座就大发慈悲，先送你下去陪他，再把这一城蝼蚁吃个精光。主人，苏苏尽力了。这是什么气息？主人，睡吧，剩下的交给主人。这么多年来，从没有人能走出黄泉界，你居然……聒噪！彼岸花开。我的血海，这花在吸食本座的本元修为，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妖术？楚玄，不，尊上，念在当年的情分上，饶命，饶命啊！当年在本座面前，你只敢跪着说话，如今趁我不在，你不仅站起来了，还想动我的人。我这就跪，这就跪！晚了。既已站起，便没有再跪的机会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花开彼岸，断生死。不！啊！老祖！尊上，我等投降了。傻狐狸，以后这种脏活不必硬扛。主人，想死你了！苏苏，已经没事了。那个老怪物说您进了黄泉界出不来了，苏苏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区黄泉界，不过是去取了件东西罢了。你看，这便是那里的土特产。主人，不论去哪里都是这般无敌，我看这世间就没有能困住主人的地方。娘亲，是那个神仙哥哥救了我们。多谢尊上救命之恩，多谢尊上。是楚玄尊上，我们有救了。之前是我们瞎了眼，信了那个萧晨的鬼话，关键时刻还是尊上护佑我等啊！哼，现在知道喊尊上了，之前你们可不是这副嘴脸。不可能！我是天命神泽，我是天道选中的人，我怎么会输给那个魔头？他作恶多端，他该死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连天道都奈何不了他？我是主角，我是这天地间唯一的主角，楚玄，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天意又出现了，废物！您是来帮我报仇的吗？给你无上气运，赐你绝世机缘，你却连一个残废都斗不过。既然你烂泥扶不上墙，那我便亲自来。不要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滚出去！萧晨，这具肉身虽孱弱不堪，但勉强能承载无之一念。少主。楚玄，没想到下界竟出了你这等异术，连吾的规则都能无视。不过待吾彻底融合这具肉身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放开我！你不是萧晨，你是谁？萧晨，那是之前的废物。吾即是天，天即是吾。现在知道喊尊上了，之前你们可不是这副嘴脸，当初喊打喊杀的是你们，现在磕头谢恩的也是你们。有罪，我们愚昧呀！若非尊上出手，大家早已覆灭。主人，那几只老鼠好像，要不要苏苏去把它们抓回来？不必，比起追杀几只丧家之犬，先收拾这烂摊子吧。
是魔？住口！那是仙尊，只有仙尊才有这般手段。爷爷，您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不能乱动啊！别拦着我，我要去仙，我有罪呀！草民有罪，误信那所谓的天命神子，结果却差点成了他们的祭品。若非仙尊出手，草民这条贱命早就没了。仙尊在上，受草民一拜。谢仙尊救命之恩。起来说话。这草民卑贱，怎敢劳烦仙尊禁区？站起来，不准跪！你们跪那天命之子，他却视你们为蝼蚁，抽气血，多生机。听着，本座不管这世间其他地方规矩如何，大夏如今归了我，那便要守我的规矩。从今日起，在这大夏疆域之内，修士与凡人同罪同权，共享太平。反了！这大夏彻底反了！楚玄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立下修士与凡人同权的狗屁规矩！我等苦修数十载，为的就是高人一等，如今竟让我跟那群挑粪种地的蝼蚁一样，受那什么大夏律法管辖。师兄说的是，今日我在街上，不过是想征用一个凡人的院子暂住，那老不死的竟敢拿楚玄来压我，我当时就该一道掌心雷劈死那老东西。听说72宗的太上长老已经陆续出关了，他们可是传说中的真仙境，楚玄这回死定了。一群废物！刑罚长老！凡人如草芥，生来便是为了供养我等。楚玄妄图颠倒乾坤，这是逆天而行，必遭天谴。长老教训得是，那楚玄倒行逆施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天意真身已现，从白玉京降下了法旨，太上长老不日就亲临大夏。我先来此，命尔等做好准备。遵法旨。尊上，饶命！尊上饶命啊！我知道错了。当初你与萧晨勾结时，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我是被逼的，是那萧晨用天意来压我。尊上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帮您杀人，帮您统治禁区，只要您留我一条狗命。就你这种怪物，也配给主人当狗？楚玄，你真要赶尽杀绝吗？禁区4大至尊，如今已全灭。主人，几个带头的虽然死了，但这禁区里还藏着100万魔碎呢。要速速带人进去，把他们通通杀光吗？魔物之中，亦有像你这般未曾作恶、被迫生存的生灵，若全杀了，我与那滥杀无辜的天道何异？那主人的意思是，吃过人的杀无赦，生性残暴无法教化的，灭其魂。至于剩下的，只要有灵智，肯守我大夏的规矩，便可留其一命。不想死的都给我滚过来，跪好！尊上，小的在禁区这几百年，一直安分守己，从未敢对尊上有半点不敬啊！求尊上明察，饶小的一命。安分守己，832条人命，这就是你说的安分守己？尊上，那是为了修炼，那是食人血肉者不留。别杀我，别杀我，我只吃石头，从来没吃过人。所言非虚，站到左边。谢尊上不杀之恩。皇权照顾，善恶自现，身上背负人命债，死在此地未曾作恶的生人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不再是禁区魔物，而是大夏子民。谢尊上，世人称此地为生命禁区，万年不敢越雷池一步。今日，本座便推倒这万年天堑，重化山河日月，2界壁垒，给我碎！今日起，此地不再是死地，而是我大夏的新疆土。好一个楚玄，竟敢打破人魔壁垒，收留那些畜生！长老，
楚玄是不是疯了？人魔势不两立，这是几万年的规矩。蠢货，这是好事。好事。拿着这个去城门口，记住，不要直接动手杀人，要想办法让那些妖魔先动手。剑师弟，流影石开着了吗？师兄放心，都录着呢。只要这群不知死活的凡人或者魔物敢对咱们动一下手，那就是残害正道使者。到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降下雷霆手段，血洗大象。走，下去！不信楚玄那魔头能忍得住？放肆！众生殿前，尽绝御空！大胆狂徒！我乃九州72宗特使。你这凡人蝼蚁，不仅不跪也，还敢威胁本座？师兄，这简直是没把我们72宗放在眼里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在大夏就得守大夏的规矩。规矩？今日我就破了你这规矩，我看谁敢动我，动我就是向我们九州72宗宣战。来呀，快动手啊！只要你们想动手，你们就完了。哪来的野狗？等等，这炼虚魔物是从哪里？长老，救我！杀了！他们真的杀了！大夏容忍魔物，当众虐杀我宗真传弟子，证据确凿！证据确凿啊！这小子疯了！既然你们大夏自绝于天下，那老夫今日便替天行道。长老，就是那只猴子，就是他杀了赵师兄。孽畜尔敢！住手！楚玄，你身为修士，却自甘堕落，与魔为伍，如今更是纵容麾下妖孽，残杀我人族天骄，公然挑衅九州正道。你这魔头，果然是魔性难改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你放屁！什么人族天骄？是他先要动手杀我们，他无视大夏律法，杀人偿命乃是天理。规矩天理，哈哈哈，真是滑天下之大稽。蝼蚁，听好了，修士乃天之骄子，顺应天道，长生久世，而你们凡人不过都是草芥。别说他要杀你，就算他屠了你满门，那也是你的荣幸。楚玄，你竟然为了区凡人，坏了修真界的尊卑纲常。今日老夫便要代表九州72宗，先灭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蝼蚁。老东西，废话真多！你们九州72宗，还真是这瞎眼天道养出来的好狗啊！刚才不是飞得挺高吗？不是说凡人如草芥吗？你的天意不来救你，姑奶奶就送你去见他。吓傻了？妖孽，你以为杀了我便赢了吗？恭请太上长老降诛魔令。既然这么想死，那本座成全你。主人的攻击被挡住了。楚玄，收手吧。参见诸位太上长老。这世间万物，从落地的第一声啼哭起，归宿便已注定。天意即是大道，我等早已将身心献祭于天，与天意融合，获得了真正的永恒。如果一切都是定数，那生命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？冥顽不灵，多说无益。既然你不信命，那今日老夫便以此雷法，送你归西。东方甲乙木，南方丙丁火，西方庚辛金，北方人癸水，四象引雷，起！凶天雷劫，听吾号令，诛魔！此乃引雷鼎。引的是大道之雷，楚玄，你死定了！主人，啊，这雷……小狐狸，老老实实看着你主人受死吧。什么？这天外之魔的法身居然如此坚硬，毫发无伤，这怎么可能？
这雷也不过如此。好，果然有些门道。既然雷法奈何不了你，看你能不能扛得住这个。诸位长老，祭法宝，入阵，森罗万法杀阵，起！楚玄，睁开眼看清楚，这些可不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些垃圾，而是白玉京赐予我等巡界使的仙器，每一件都蕴含着上界法则，在这万宝洪流的绞杀下，就算你是真仙，也依旧难逃一死。白玉京，传说中仙人聚首的仙宫，居然真的存在吗？完了，全完了！尊上，请尊上救救我们！我要让这大夏全部蝼蚁给你陪葬。活着，我们还活着，挡住了，白玉京的仙气都无法撼动主人分毫。是尊上，尊上又一次救了我们。楚玄，在这万宝洪流的绞杀下，还敢分心去救那些蝼蚁，给我死！一堆沾了点仙气的废铁，能奈我何？全碎了，这可是数百件仙器啊！你沾上了点白玉京的名头，就变得这么能狗叫？放手！我可是九州太上长老，白玉京的特使。本座看你刚才操控这口破鼎，劈人劈得很爽啊！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口鼎，那就滚进去吧。清静多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长老虽然只是下位特使，但他的仙身，哪怕是空间乱流，都伤不得分毫，竟然被人像插葱一样硬塞进了鼎里。这魔头竟如此恐怖，果然脱离了天道管辖就会生变。快用跨界符传讯白玉京。就只会找家长吗？此贼太过嚣张，这诛仙符现在只好去死吧。洛倾城，你这贱人！洛倾城，你都干了什么？终于来了。我只是诛仙时早日与天意融合罢了。这是洛倾城，白玉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洛倾城，别忘了你的身份，同为太上的仙使，你怎能做出如此下作之事？聒噪！楚玄的命是我的。楚玄，看看现在的我，曾经我以为你是对的，如今我窥见了真正的天意，我才明白你是多么可笑。我已身如大道，或长生久世，而你终究会死在我的剑下。洛倾城，之前我还觉得你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女帝，我错了，错得离谱。大道无私，张扬万物，而人心不足，贪得无厌。凡人只知道索取，却从未想过回馈。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物以报天。事到如今，还想着你的逆天之道，死不足惜。想不到连你也变成了天意的一条走狗，执迷不悟。今日我以天意之名，清理你这天外之魔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此乃白玉京，凡人眼中的天界。洛倾城，你可知为何你苦修百年，却始终不如楚玄？是因为我资质愚钝。错，是因为楚玄挡了你的道。他用守护之名将你圈养在下界，切断了你与天道的联系，正是为了能完全控制你。而萧晨这厮想要利用吾的力量血祭登仙，你只不过是个被卷入其中的可怜人罢了。所谓修行、修身、修心，吾乃天意。只要你等信我，吾便能赐你等凡人修炼万载都求不来的仙身。我信，既然天意愿意给我这一次机会，成仙，我要成仙了。痛，好痛！少主，救我！我不想成仙了，救救！废物！求于凡胎肉体想要承载真仙之力，就必须经历血髓断骨之痛。既然你想要把楚玄踩在脚下，这点痛又算什么？对，我绝不能输给那个魔头。这种感觉，这就是真仙。楚玄，看到了吗？有了天意赐予我的伟力，现在真仙我也杀的。亏那老东西还自称太上长老，在我面前就是个垃圾。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那老东西虽然废物，但那修为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历经千年雷劫苦修出来的。
而你呢，一个铁苗助长的伪仙，也配嘲笑他？即使是灌顶又如何？现在的我比他强，比你强。当初那为了百姓敢跟天道叫板的女帝，如今怎么如此令人作呕？闭嘴！竟敢对师尊出手！徒儿，此乃黄泉若水，重若千钧，可消蚀万物，亦可重塑真我。我要为你铸的是无垢仙躯，但这洗髓重塑之痛，胜过凌迟万倍。师尊，这点痛比起逐仙求道之路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秦霜，哈哈哈！我当是谁？怎么换了一副皮囊就以为能翻天了？托师尊的福，秦霜从地狱回来了。专斩儿等伪仙，我如今身荣大道，你这侥幸复活的孤魂野鬼，也敢叫我伪仙？凤舞九天，花里胡哨，雷法破望。怎么可能？师尊为我塑骨，引黄泉若水，以此身证我大道。闭嘴！歪门邪道，我今日就够了！终于肯出手了吗？倾城，回来！大阵未成，不必急于一时。可是大人，楚玄已是强弩之末，只要杀了那个贱婢。胡说！回来！莫要为了逞一时之快，坏了无知大计。楚玄，算你运气好。师尊，徒儿刚才那一枪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又来一个争宠的。雷法精纯，枪艺刚猛，不错。嘿嘿，我就知道师尊对我最好了。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，咱们也该去他们的山门串串门。楚玄，太上长老已死，你如今还要对我等赶尽杀绝吗？当初九州72宗太上长老联手欲毁我家国时，可是很威风啊！成王败寇，你要如何？本座今日便是来报仇的。好一个报仇！我知道你是万年不遇的真仙境，单打独斗，我万剑宗无人是你对手。但我万剑宗屹立九州3000年，底蕴之深，岂是你这魔头能想象的？众弟子听令，今日宗门存亡，在此一举。祭剑，祭剑。楚玄，这是我万剑宗密炼1000年的太仓神剑，可剑斩真仙，给我乖乖去死吧！师尊，快退！这剑被万剑宗用血气蕴养1000年，已非凡铁，不能力敌呀！本是9天揽月之气，却被尔等用来断头饮血。明珠暗投，清风蒙尘，委屈你了。居然挡住了！此等神剑居然被你们用血气来滋养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既然这把剑在你们手里只会杀人，那本座便帮他积点阴德。我的神剑，我万剑宗的根基啊！想报仇，随时欢迎。但现在你们输了，既然输了，就要认罚。万剑宗弟子听令，从今日起，所有人弃剑归田，去把大夏边境被战火烧毁的10万亩良田给我重新耕出来。你杀了我吧，我等剑修可杀，不可辱。想死可以，但你们得先还清欠大夏的债。什么时候那10万亩焦土稻花飘香，你们才有资格来求一死。楚玄，你已灭了万剑宗，如今还要毁我药王谷吗？本座是来报仇的。报仇？你可知我药王谷不仅是九州72宗之一，更是天下医道源头。天下丹药7成出自这里，凡间若有瘟疫大灾，唯有我药王谷能救。杀了天下医道，再无传承。日后若有瘟疫横行，生灵涂炭，你楚玄就是千古罪人。师尊，这老贼虽无耻，但药王谷确实掌握着许多救命的丹方。医道源头，既然你们说自己在救人，那这满谷的怨气又是从何而来？住手！那是正在炼制的长生丹，乃是献给白玉京的贡品是吗？这是
小孩子的骨头。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医道，以童男童女为药引，抽取凡人骨髓，炼制所谓的长生丹，供奉给那群高高在上的仙人，披着医者的皮，干着吃人的勾当。那又如何？凡人如草芥，能化作灵丹，助仙人长生，是他们的福分。我有白玉京赐下的神丹护体，楚玄，你能奈我何？神丹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炼丹，那今日本座就成全你们，给我吃下去。你给我们吃了什么？疼，好疼！这绝对不是长生丹！你给我们吃了什么？这是那些被你们当做药引的孩子们临死前感受到的痛苦。本座只是把这痛苦放大了10倍，还给了你们。尊上饶命，饶命啊！给我解药，求求你给我解药。此丹无药可解，不过本座倒是可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修士，只是医生，滚去凡间，去最苦、最穷、瘟疫最重的地方。每救活一个凡人，你们身上的痛楚便会减轻1分。什么时候你们救的人能抵消掉这满股冤魂，这毒自然就解了。这才是医道。走吧。让万剑宗弃剑耕田，药王谷去医治剑灭。好一个楚玄，居然如此折辱我等修士！通知72宗其他掌教集结精锐，共讨大夏。是，谁要是作弊上官，今日的药王谷和万剑宗的下场，就是他的明天。这就是大势，顺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逆天而行，背弃同道，便是毒夫。毒夫必死。慢着，毒夫，我身后是大夏万万凡人，而你身后不过是一群窃据天地灵气、稀释民脂民膏的老鼠。你们也配代表苍生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众修士听令，诛杀此魔，荡平大夏。花开彼岸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放开本座！你们口口声声为了天下苍生，可在我眼里，你们炼丹用童男童女做药引，尔等自觉能够修行，便是万物为刍狗。你们也配说自己是天下苍生？今日我便让你们好好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众生。都给我跪好了！楚玄，士可杀不可辱，本座乃是一宗之主，统御万千弟子，你居然让我就这样跪在这里？诸位道友，
这魔头就是在践踏我等仙门的尊严。今日若是就这样算了，日后我等还有何面目立足？烈火兄所言极是，楚玄，你莫要忘了，这100万修士乃是9州修仙界的根基所在。根基？看来你们是觉得本座不会杀人了。既然你们觉得尊严比命都重要，那本座就成全你们。你敢？还有哪个宗门想要这份体面？既然都不想死，那就学学怎么做个凡人吧。你们自诩体魄强健，那就去搬砖，去铺路，去挖河。大夏正缺劳力，你们身为修士，自该以身作则。搬砖？我等堂堂修士，怎么？你们太玄宗也想变成化肥？不，本座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秦霜听令，徒儿在。封了他们的修为，锁了他们的神识。若是有一人敢偷懒，那就让他们去和烈火宗团聚。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没吃饭吗？平日里你们不是自诩实力高强吗？现在怎么连块木头都扛不动？我的手，这是炼丹的手啊！不想死就闭嘴，没看见烈火宗那帮人连灰都不剩了吗？爹，那个老头不是之前在天上飞的神仙吗？什么神仙？你看他现在像不像咱家那头拉磨的驴？这就叫报应。以前他们视我们为草芥，现在也让他们尝尝当牛做马的滋味。都给我听好了，大夏不养闲人，更不养大爷。想活命，就用你们的双手，把这皇都的一砖一瓦，给我老老实实的垒起来。大人，那楚玄欺人太甚，我9州72宗已名存实亡啊！请大人出手，镇杀此魔！请大人出手！镇杀，2只野兽在泥潭里为了抢一块肉而厮杀，那是畜生做的事。属下愚钝。要想弄死洞穴里的猛兽，只需要封死它的洞口，抽干它的空气。他楚玄不是喜欢护着那些蝼蚁吗？那我就抽干那里的每一丝灵气，我要让他守护的那座城市变成一座死城。大人说的对，既然大夏子民被魔头蛊惑，那就必须刮骨疗毒，让他们看看谁才是真正赐予他们一切的主宰。锁灵大阵，起！不行了，体内的灵力在逸散，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。庄家死了，灵泉也干了，我们都要被活活饿死在这儿了。兄弟们，看清楚形势吧，这是天意的手段，是老天爷要灭楚玄，我们跟着楚玄有什么好下场？除了死，还是死。我听说，只要拿了楚玄的人头去投诚，天意不仅既往不咎，还赏赐进入白玉京修行的资格。可是尊上救过我们。救个屁！现在大家都快死了，是他得罪了上苍，才连累了我们。他不死，大家都要给他陪葬。楚玄出来，为了你一个人的野心，就要拉着全城数万人陪葬吗？交出楚玄，我们不想死。放肆！是谁在一直保护你们？现在遇到点困难，就要反咬一口。谁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杀？你们杀得完吗？滚出来！你杀了我又能怎样？没有灵气，我们都要死了，这是事实。在你们眼里，灵气就是天意的赏赐，天意不给饭吃，你们就得跪着求饶。难道不是吗？
没有灵气，我们就是死路一条。真是跪久了，连站起来走路都不会了。站起来，没了灵气，我们拿什么修行？难道靠你一张嘴吗？没有天道施舍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聒噪！肃静，尊上当前，休得无礼。没了灵气，难道就没有活路吗？尊上，世间万物都靠灵气滋养，如今没了灵气，我们已经穷途末路，这就是命啊！命？天道以为断了灵气，便是断了你们的生路，因为天道觉得世间万物都靠他赐下的灵气而活。我入道之时，便见这修行之道为九州72宗把持，灵气被那高高在上的天道所垄断。那时我便立志，若有朝一日修道有成，必要改换这等局面。主人，您终于要走出这一步了吗？如今100年过去，我心不改，意气犹存。天道要封锁灵气，那正好。今日本座便为这万物生灵再开一法门，此法不修天道，只修自我，无需吸收灵气，只需开启人体秘藏，以身为种，继往开来。听好了，天不与你等，我与你等；天不受你等，我受你等。热，好热！丹田里虽然没有气，但浑身的骨头都在发烫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我的力气居然在变大，但我没有灵根，做不得修士啊！以身为种，以身为种，妙在妙在！100年修行不抵一朝顿悟，谢尊上传道。师尊，这就是您的道路吗？不求外物，只求自身。灵气枯竭又如何？既然天道关了门，那本座就带你们把这房顶给掀了。谢尊上，谢尊上赐法。怎么可能？明明已经抽干了灵气，这些蝼蚁居然还变强了。这些凡人，他们的气息变了。楚玄他真的创造出了一种不需要灵气的修行法。歪门邪道，这是造反，这是对天意的亵渎。既然封不住，那就全杀了！传令，把兽笼里的天鹰都放出去。何为人体秘藏？是以身为顶，熔炼精气神。你们要向内求，挖掘你们骨血深处的宝藏。气血化形，以翼御刀。成了，不需要灵气也能斩出刀气。石魔兄弟，我不通蛮力，只修这双眼睛。好厉害！再来！谁说没有灵气就不能施展幻术？心魔生于人心，只要你们的神魂足够强大，就能以心神干涉现实。我做到了。记住这种感觉，这就是心窍的力量。嫡袭，斩！得了，尊上真传，这扁毛畜生也就是块肉罢了。乱神！贼老天，你就这点本事？好，很好。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本座就成全你们。楚玄，你确实让无意外，但蝼蚁终究只是蝼蚁。大人，那些凡人掌握了人体秘藏，此般的天兽恐怕难以攻破大夏。既然他们觉得自己能逆天，不便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威。传令，开天门，降神兵。那是什么？
是天神，老天爷发怒了，我有罪。跪什么跪？抬头看清楚！如果是神，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孩子？如果是仙，为什么要毁我们的家？什么狗屁天神，敢动我的家就是敌人！众生军，随我杀！结阵，人体秘藏，开！能杀，这群杂碎能杀，凡人的拳头也能打碎金甲。一群没有灵魂的傀儡，也配称天兵？镜花水月，万象迷踪。秦霜，趁现在，我也撑不了太久。众生军听令，随我凿穿他们。什么？这群家伙居然杀不死，只怕这天道灵气不断，他们就能无限重组。杀不死，怎么杀都杀不死。就算摧毁不了，也要拦住他们。老天爷啊，如果你真的有眼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？皇权法则，楚玄，你竟敢把皇权法则带入人间！本座做事，何时需要你的意见？楚玄，你这是在逆天而行！这些凡人是吾之牛羊，是吾之资粮，没有了吾的庇护，没有了吾的旨意，谁来定四季？谁来判生死？是啊，得罪了老天爷，以后谁来保护我们？我们以后该求谁？看到了吗，楚玄？他们离不开吾，只要吾一个念头，就能降下灾厄。这人间的事，皆由天定。你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这大夏疆土不需要看老天爷的脸色。生死祸福，皆由人定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不必再拜了。问什么天意呢？从今以后，人间事问我一人即可。主人，这里好冷。这就是白玉京，为何会有如此浓重的死气？这是骨头。主人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没走错，这就是凡人梦寐以求的飞升之地。可古籍记载，飞升之后便是位列仙班，享无尽寿元。位列仙班，这甲胄纹路是3000年前一剑开天门的苍梧剑仙。史书记载，苍梧剑仙破碎虚空，飞升而去，受万人敬仰。他怎么会像条死狗一样挂在这里？因为他不够听话。在天道眼里，飞升上来的修士只有2种用途：听话的，抹去神智做成天兵傀儡；不听话或者潜力耗尽的，杀老我。他还活着。这就是所谓的永生。被困在棺材里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这就是这片仙木存在的意义。楚玄，你竟敢踏入吾之境地！怎么，怕被世人看到你这光鲜亮丽的白玉京下面藏着这么个吃人的地方？蝼蚁之见，大树之下，
必有枯叶化泥。他们能成为供养白玉京的养分，是他们的荣耀。那先贤尸骨铺路，用众生血肉供养己身，简直令人发指。楚玄，这里是仙墓，是凡人修行的终点。进了这里，你们除了成为吾的养料，别无他路。养料？牙尖嘴利，既然你这么急着死，那吾便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是真正的绝望。这枪，这股气息，定国神枪，这怎么可能？好可怕的气息！这大家伙生前绝对是个狠角色。这身龙袍，秦氏第36代家主秦霜，参见太祖皇帝。什么？这怪物是你们大夏太祖？太祖？哈哈哈哈！秦霜，你抬头看清楚，在你们凡人眼里，他是开创大夏先朝、功盖千秋的夏武帝。他飞升那日，举国欢庆，万民跪颂。但在吾眼里，他不过是一条比较强壮的看门狗罢了。住口！太祖他是为了人族未来才飞升上剑，他是英雄。英雄进了这仙墓，英雄就是最好的肥料。他为了求长生，跪在吾面前，摇尾乞怜的样子，你真该看看。杀了他们！秦霜，退后！他现在没有神智。太祖阴魂不灭，怎会甘心做天道的傀儡？太祖，快醒过来！这就是飞升，贼老天，你究竟把我们的信仰糟践到了什么地步？信仰，那是弱者自我安慰的谎言。干掉他！把一国之祖做成看门狗，天意，你这恶趣味真是让人作呕。看清楚了，他现在已经不再是大夏朝的太祖皇帝了，他现在只是一具被天道玩弄的傀儡。既然你下不去手，为师帮你让他解脱。做魂炼，炼尸咒，为了让他永世听命，你竟将他的神魂活生生钉死在身体里，日夜受阴火灼烧。太祖，您该多疼啊！疼？那是为了让他记住谁才是主子。楚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这锁链乃是天道规则所化，你若强行破坏，他的神魂瞬间就会飞灰烟灭。规则？你的规则管得了一切，却管不了这生死的界限。黄泉开，弱水来。黄泉若水，你想毁了他的肉身？生前为英雄，死后岂能为农？大夏太祖，本座今日送你解脱。太祖，大夏，秦霜拜见太祖。如今大夏虽然遭难，但已浴火重生。去吧，只要我楚玄在一天，大夏不灭，人族不绝。恭送太祖。大夏的星火，秦霜接下了。这担子，本座替你大夏扛了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。好一个解脱！楚玄，你毁了吾最得意的作品。作品？既然你这么喜欢玩弄死人，那接下来本座就和你好好玩个够。既然你楚玄这么喜欢当救世主，那吾倒要看看你一个人只有一双手，究竟救得过来多少？
人，不对劲！所有的棺材都开了。这股气息，每一具都有不输给太祖的威压。这数万年来，这方天地诞生的所有天教、霸主、至尊，皆在此地。楚玄，你面对的是来自整个人族修仙界的底蕴。太多了，这怎么可能打得赢？这里每一个生前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。主人，我们会被撕成碎片的。底蕴，一群被时代淘汰、被你囚禁的可怜虫，也配叫底蕴？既已作古，便该安息。神魂被折磨万年，很辛苦吧？本座就帮你们入土为安。主人万岁！主人无敌！师傅果然强悍，这些干尸就算活过来，估计也不是师傅的对手。是他，3000年前的蛮荒兽尊。传说他为了肉身成圣，吞噬了10万妖众，甚至生死真龙。肉身成圣，为了追求所谓的长生和力量，不惜移植妖骨，抛弃人身，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活着的时候是个贪得无厌的怪物，死了也令人作呕。这种货色也配叫尊？我看叫畜生还差不多。这剑意是5000年前一剑断海的北海剑圣。史书上说他一生光明磊落，只求剑道极致，最后破碎虚空而去。没想到剑心通明，却未能看破这天道的谎言，可惜了一代人杰，本该逍遥天地，却因信错了一层天，死后还要受这等折辱，沦为看门走狗。不管他们生前是善是恶，是贪婪还是高洁，在天意面前，众生平等，都只是无的资粮。众生平等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本座今日送诸位道友冰解轮回，重入人间。主人小心！不准过去！老东西，你生前给人当狗，死后还要当狗吗？可惜我是块硬骨头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谁也别想打扰主人。有本事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该死的，这家伙的力量简直就是一座山。秦霜，你知道为什么你的枪总是破不开真正的强者吗？徒儿不知，是因为力量不够吗？错，是因为你太贪。你想用雷霆毁灭一切，所以你的力量是散的。真正的雷法，不是漫天轰鸣的虚张声势，而是将这一方天地的怒火全部压缩在枪尖那一点之上。不求宏大，只求极致，以点破面，方能无坚不摧。我太贪了，我总想着用力量去抗衡他的力量。师尊说的对，不需要漫天雷光，只要一点。苏苏，给我一息时间，就一息。疯子，既然你要疯，
那姑奶奶就陪你疯一把。老东西，看这边，天狐秘术，灵魂锁链，雷法冠。喂，死木头，死了没？师尊教的果然是对的。置之死地而后生，终于悟了。那2个小辈已经证明了，天意并非不可逆，神话并非不可杀。你也该休息了。去吧。哼。厉害，凭一己之力扫平了吾这数万年的收藏。不过，刚才那些都只是开胃菜。楚玄，当初吾向下金榜，昭告天下，判你为天外之魔，举世皆惊。你以为你是唯一一个被吾如此关照的异类吗？哈！介绍一下，江弘一。3万年前，同样被吾判为天外之魔的穿越者，他精才绝艳，自创斩天剑道。可惜，凡是这方天地的生灵，都得跪在吾的脚下。他不服，吾便亲手打碎了他的道骨，抽了他的神魂，将他炼制成了这仙墓中最完美的兵器。果然，这所谓的魔，不过是你为了排除一己扣的帽子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3万年前你迫害他，3万年后你迫害我，看来你这贼老天一点长进都没有。空间法则，既然是老乡，那就别怪我用点非常手段了。黄泉界域，开！好霸道的建议。新的穿越者，前辈你醒了，我这就帮你解脱。解脱？没用的。你以为我们为什么会来这里？难道不是意外穿越？哪有那么多意外？我们在原本的世界活得好好的，有家人，有朋友，都是这个贪婪的天道为了完善自身，强行将我们的魂魄从那个世界偷了过来。他需要我们这种不属于此界的变属来吸收净化，但又恐惧我们不受控的灵魂，所以他才给我们扣上天外之魔的帽子。对，我们的灵魂来自天外，它同化不了，但我们的肉身，这具身体却是属于这方天地的。肉身就是他给我们打造的囚笼，上面刻满了他的法则纹路。只要你还用着这具被他标记的身体，你就永远是他手中的提线木偶。所以他才能将你炼成傀儡。我研究了3万年，试遍万法，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破局之法。什么办法？重塑肉身，必须用不属于此界的空间法则，将你现在的肉身彻底打碎，剔除掉所有天意留下的印记，重塑一具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无垢无瑕的肉身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对，我会燃烧最后的神魂，刺出这必杀一剑。这把剑里蕴含着我3万年领悟的空间重塑之力，在天意眼里，这是必死一击，但这是你对抗天意的唯一办法。重塑身躯，然后把这贼老天彻底撕碎吧。多谢。死！哈哈哈哈！好，就是这样。江弘一，给吾杀了他！你敢？1、
回家。哈哈哈哈！死了，终于死了！什么天外之魔，什么穿越者，在吾的棋局里，也不过是一颗废子。主人，师尊，没了。师尊死了。主人，这股气息是死气。不可能，师尊的气息怎么会如此微弱？好浓重的死气，想不到我们的无敌的尊上大人竟然变成了这个鬼样子。贼老天，你把他怎么了？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好好趴着，睁大眼睛看着，看着你们最后的希望是如何在吾的脚下化作一滩脓水的。师尊，快走，别管我们。还想走？楚玄，别挣扎了，看看你现在被死气吞噬，神魂浑浊。我早就说过，这是天数，你命中必败。万事皆休。楚玄，吾以天道之名判决：第一步，你将肉身腐朽。洛倾城，出来吧，送你的故人。为什么？明明是他背叛了人族，可为什么看到他要死了，心会这么痛？告诉他，什么叫命？楚玄，认命吧，你逆不了天，死了，对你，对这天下苍生都是解脱。洛倾城，你这个贱人！主人当年为了救你一人，对抗天下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师尊，这就是大夏的女帝，您真的看错人了。多说无益。第二步，你将神魂崩解。哈哈哈，天人五衰，这是真仙境的陨落前兆。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凡胎灼骨，也妄想逆天而行。别走了，求求你，主人，别走了。楚玄，该上路了，最后一步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将彻底消失在这天地间。哈哈哈，死了，终于死了，果然死了，连因果线都断了。看来所谓的变数，在天意面前，终究只是个笑话。天塌了！这就是修仙的尽头吗？拼了命，逆天改命，结果就像是个笑话。这就绝望了。你们要明白，这方天地是吾的棋盘，而他，哪怕再强，在吾编写的剧本里，也注定只能是个悲惨的配角。而配角的使命，就是用他的死来衬托主角的伟大。黄泉路上，你们主仆三人还能做个伴，这是吾给予你们最后的神奇。是你？还是你？不对，这心跳声如此强横，绝不是你们这种蝼蚁能发出的。装神弄鬼，死了还要作怪，给吾灭！怎么可能？声音明明是从这里。怎么，我没死？你很惊讶？
活的，真的是活的主人！哇，主人，你吓死狐狸了！师尊，不可能！我的天眼遍察3界6道，只要是活物，必有契机，必有命数。可你，为何你身上一根因果线都没有？你的肉身，你的神魂，还要多谢你的诅咒。那具肉身生于司长于斯，被你打上了天道钢印。只要我还用着它，我就永远是你手中的风筝。如果不借你的手毁掉那具旧皮囊，我又怎么能置之死地而后生？胡言乱语！在这方天地，不就是唯一的规则？天地法则，重力万倍，给吾跪下！规则无法加深。现在的我，肉身重塑，神魂独立，不在5行中，跳出3界外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方天地是吾的棋局，你只要进来了，就是棋子。棋子怎么可能违抗棋手？棋子，你感知不到我，不是因为我消失了，而是因为我已经不在局中了。闭嘴！给吾死！死啊！这方天地的每一粒尘埃都要听吾号令。你怎么可能不沾因果？还要试吗？刚才不是还要审判我吗？不是要看我怎么死吗？你这一口一个天外之魔，喊的倒是顺口，可到底谁才是魔？谁才是那个潜伏在暗处，敲骨吸髓，甚至连灵魂都不放过的怪物？住口！吾乃天意，吾维持这方世界的运转，万物生灵接受吾恩泽。你这种异类，恩泽。既然你如此伟大，那江红衣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仙墓里那些干尸，又是怎么回事？看清楚，这就是你的罪证。你所谓的天道是残缺的，所以像个下作的小偷，把手伸向了其他世界。是又如何？你强行拘拿1界灵魂，给我们扣上天外之魔的帽子，让我们举世皆敌，逼我们修炼，逼我们变强。等到我们悟出了新的法则，你再卸磨杀驴，把我们吃干抹净。那是你们的荣幸。你们在原本的世界只是蝼蚁，庸庸碌碌几十年就会死。是吾把你们带到了这个世界，给了你们长生久世的机会。你们的一切都是吾给的，吾拿回一点利息，不应该吗？我在原来的世界有父母，有朋友，有我自己的人生，谁稀罕你这充满杀戮的破修仙界？你偷了我们的人生，偷了我们的灵魂，现在还敢跟我说是恩赐？窃人魂魄，视众生为资粮，你也配称为天？呵呵，就算你看穿了，又如何？这里是吾的主场。谁能想到，高高在上的天道，本体居然长这副样子？怪不得这么多年，你不以真面目示人。吃了你，吾就是唯一。不，我的身体。你的修为是无赐的，你的命是吾给的。现在，回归吾的身体吧。楚轩，救我！我看见了，被天意控制的时候，我全都看见了。只有你在救人，只有你还在护着大夏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把唯一真心待我的人弄丢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在这里。楚轩，救救我！看在百年情分上，救救我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百年情分早已被你亲手斩断，自己选的路，那就自己走完吧。楚轩，这才是
圆满。楚玄，现在的我才是最完美的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今日让你看看，何为真正的主宰。连天地法则都在避让。不，无极是天，你要干什么？消失吧。我是唯一的主。恭喜尊上斩灭伪天，请尊上融合天意，重塑白玉京，统御万界。恳请尊上登临神位，恳请尊上登临神位。统御万界，把众生圈养在笼子里，让他们按写好的剧本生老病死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至高无上。这样的天意，我看不如就此消失吧。尊上不可，那是宿命，毁了它，天地就没有秩序了。那是你们的秩序，不是众生的。从今往后，世间再无天意。我命由我。师尊，您原本可以成为这天地唯一的主人。只有弱者才需要靠掌控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强大。素素，走了。是，主人。没有谁生来就是注定的主角，也没有谁生来就活该是配角。你们的路在自己脚下，你们的命握在自己手中，去过你们自己想过的人生吧。主人，我们现在去哪儿呀？回禁区睡觉吗？睡了100年，还没睡够。世界这么大，现在的风景又这么美，不想去看看吗？师尊，听说东海之外有蓬莱仙岛，我们去那里看看。听说那里的海鲜不错。海鲜？不好不好！听说西域的烤全羊才是绝味，我们要去西域，我要吃肉。狐狸不是吃鸡吗？怎么改吃羊了？我是神兽，神兽什么都吃。主人，听我的，去西域。别争了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咱们先去东海看日出吃海鲜，再去西域吃烤羊。